2025年10月，隨着兩座160米的核電廠冷卻塔在爆炸聲中轟然倒下，德國宣布徹底告別核能時代。當月，歐盟成員國又一致支持2028年前全面禁止進口俄羅斯天然氣，並送交議會，一旦通過將成為法律。11月10日，彭博社傳出歐盟考慮強制成員國更換電信網絡中的華為、中興設備，引發輿論譁然。一片混亂中，英國金融時報發布專題報道，警告德國已深陷第4年停滯，引以為傲的制造業正在自由落體式衰退。這個歐洲最大經濟體的工業產值，如今只和2005年相當。中國正在德國擅長的領域日益擊敗德國。大家好啊，我是正在十字軍之王拯救大唐的星辰。是的啊，曾經的世界制造強國德意志正在開展一場轟轟烈烈的去工業化運動。就在6月，路透社援引知名研究機構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德國企業破產11900家，同比增長9.4%，達到10年來最高水平。大量熬過了1、2戰的百年企業關門。保時捷諮詢公司合夥人表示，這並非周期性波動，哪怕重新進入經濟上行期，德國工業也沒希望了。所以，曾經默克爾時代率先提出工業4.0的德意志，為啥這樣了呢？誰導致了這一切？有請本場主角，環保小將的天選之地，去工業化的璀璨巨星，瘋狂捅自己的硬核組織德意志。多年以後，面對着東方遍地的德企工厂，德國人民又一次想起了默克爾卸任的那個下午。之前綠黨那期咱們聊過，法國是平權邪教獨大，德國呢則是環保教廷橫行。這裡我必須道個歉啊，对不起，是我膚淺了，因為抽象遠不止於此啊。繼3月炸掉2015年斥資30億歐建成，採用超臨界技術打造的世界環保先鋒莫爾堡燃煤發電廠後呢，10月曾經德國最強大的德雷明根核電站的冷卻塔也被拆除，現場數萬民眾共同見證這一歷史時刻，露營車、樂隊演奏，仿佛在慶祝勝利。小提嘴啊，該核電站1966年開始運營，全盛時期曾供應巴伐利亞州1/4電力。2011年福島核事故後，時任總理默克爾發布最高指示，2022年淘汰全部核電站，改用俄羅斯天然氣。大聲告訴我，2022年發生了什麼？對，俄烏危機。在綠黨的鼎力支持下，德國人頂着能源價格飆升繼續棄核，直到2023年將最後3座核電站關停。好家伙，有俄氣時棄核，現在俄氣沒了還要棄核，那俄氣不是白沒了嗎？至於發電，用愛唄。這就是歐洲政客的腦回路，我只管炸，炸了就環保啊！眾所周知，能源價格越高，企業跑得越多，企業跑得越多，能源需求越少，能源需求越少，能源價格越低，所以能源价格越高，能源价格越低。自21年以来啊，德國汽油價格上漲15%，柴油價格上漲21%，電力成本上漲17%。現在問題來了，既然核電不安全，火電不環保，水電影響魚類，風電太陽能又不足，咋辦呢？面對這一嚴峻形勢，德國人痛定思痛，從法國進口。好消息是，2024年德國電力進口幾乎是前5年年平均進口量的6倍，一舉讓法國勇奪歐洲最大電力出口國的桂冠。壞消息是，世界上核能發電比例最高的國家也是法國，占比超70%。由於電力出口需求旺盛，馬克龍宣布，未來5年要在立項的6座核電站外再建8座。你以為這就完了嗎？為了供電方面，法國第2大核電站卡特農核電站距德國邊境僅20公里，且就在德國第2大河上游，用的還是當地河水冷凝，一旦發生事故，保證污染物與德國共享。爆笑了，家人們，這波废核屬於繞一圈回來用別國的核電卡自己的脖子呀。怎麼說呢？德國這迷惑操作就好比伍佰那首再度忍寒冬，怎麼唱的來着？你說火電優秀，我說核能無毒，哪有什麼不走？不都一樣要走？寒冬中問你，德國的源不能再進口，地球在鬥法世界開啟了新樓。簡單菜，快一點菜，店家也變得快樂起來。所有合作快過快，所有工廠也跑得飛快。我們是如此的不同，跟進綠色也偶爾要贊同。想好了，這一輩子再度連看透。
雖然核能略顯可怕，電廠連環爆炸，能源稍有漲價，法國笑聲挺大。好在啊，政客操作更給力。還記得開頭的歐盟啊，準備強制成員國換掉華為、中興通訊設備嗎？我再定睛一看，錢從哪兒來呢？僅德國預計就要向運營商支付20億歐，全部由政府補貼買單。你這圖啥呢？圖160嗎？別急，還有呢。9月底，荷蘭政府突然強行接管中資控股的半導體企業安氏，中方反制對安氏中國工廠出口管制，安氏荷蘭隨即宣布停止向安氏中國供應晶圓。荷蘭這手非常突然啊，但每個看似無關的事件背後都有一個理由。就像為什麼日本動漫喜歡天降女生，那是因為對日本人來說天降小男孩不吉利。你看，原因是今年9月，美國商務部出台了一個50%穿透性規則啊，只要是被美國拉入實体清單的公司，他們持股超50%的子公司也一併拉入清單。而安氏的母公司中國文泰科技正在黑名单。小提一嘴啊，安氏作為全球前5的車規芯片供應商，產品廣泛用於控制從照明、安全氣囊到車鎖、車窗等電子系統。一旦斷供，整個汽車產業鏈都將陷入停滯。那大家猜猜，這場安氏之亂最大受害者是誰呢？換句話說，歐洲誰汽車業最發達，誰用安氏晶片最多？對，德意志。一時間，大眾、奔馳、寶馬紛紛拉響缺芯警報。更抽象的是啊，臣等正欲死戰，陛下何故先降？10月底，中美達成共識，董王先投了啊，投降輸一半，剩下荷蘭風中凌亂。11月19日，荷蘭經濟大臣宣布暫停接管安氏，但還是在玩文字遊戲，拒不歸還安氏控制權。預計啊，還得繼續扯皮。而便宜沒占，虧沒少吃的歐盟話事人德國對此無計可施。而據大眾高管的說法，目前歐洲汽車芯片已經從0.03歐漲到1.5歐，再斷下去生產要停擺的呀。你以為這就完了？10月23日，歐盟再次宣布，2040年將溫室氣體淨排放量削減90%，確保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對此，馮德萊恩表示，歐洲錯失了引領綠色產業的機會，太陽能電池板產業被更具競爭力的中國公司搶佔先機。這一次，我們必須吸取教訓，向清潔經濟的轉型是歐洲振興工業、減少依賴中國進口的機會。作為老大哥的德國自然要帶頭。好，問題的關鍵就是找到關鍵的問題，怎麼轉型清潔經濟呢？多種樹？不對，是發展綠色工業。好消息是，對於現代工業的脊梁，同時也是高碳排放的鋼鐵行業，德國人並沒有採取蠻橫的爆破模式。當然，不環保絕對不行。為了節能減排，德國提出綠色鋼鐵概念，用乾淨的氫能取代廣泛使用的焦炭煉鋼。至於氫氣怎麼來，電解水制氫唄。至於電，咱用的是環保風電。你別管風電不穩定，氫能價格貴，一自爆，你就說環保不環保吧，這是大是大非的政治問題。啥成本？咱老歐洲有的是金山銀山，永遠花不完。早在2021年，聯邦經濟和能源部長宣布，德國將籌集至少50億歐用於鋼鐵行業的轉型補貼。隨後，全球第2大鋼鐵製造商安塞勒米塔爾喜提13億歐補貼，德國第2大鋼鐵生產商薩爾茨吉特也拿了10個億，紛紛開始綠色轉型潮，造出來就是勝利，重鑄歐洲榮光。我輩義不容辭。眼看政府大撒幣，沃爾沃趕緊表態，力爭2026年成為首家大規模使用綠色鋼鐵生產汽車的公司。然後他們就遇上幾個小問題，首先是價格，工廠不計成本造出來賣給誰呢？這玩意兒啊，必須在市場上跟低價的傳統鋼鐵競爭啊。此外，拋開價格不談，氢氣它也不夠啊！德國目標是2030年前建成10吉瓦的電解槽產能，但截至2024年2月，裝機容量大家猜猜是多少？高達0.066吉瓦。等到今年7月，安塞勒米塔爾率先跑路，暫停綠鋼計劃，退還全部補貼。好消息是，經過一通頭腦風暴，銷售難題解決了。2025年10月，歐盟宣布，為了歐洲再工業化，對鋼鐵進口徵收50%保護性關稅，進口配額縮減一半，咱這綠色鋼鐵非用不可了。你別管貴不貴，你就說買不買吧。怎麼樣，這主意牛吧？
這下歐洲汽車工業協會坐不住了，把低價鋼鐵進口限制了，鋼鐵行業倒是開心了，成本增加那麼多，我们活不活了？你們這是嫪毐生兒子，肯定贏不了啊！對此啊，作為歐洲最大鋼鐵生產國，德國總理默茨也有妙招。在11月的工業峰會上，他振臂呼籲，為了保護本土鋼鐵，希望歐洲人民多一些購買歐洲產品意識，多一些歐洲愛國主義精神。是的，自己搞環保啊，鋼鐵產量下降，只能從中國進口啊，進口太多加稅，讓歐洲必須花更多錢買德國愛國鋼鐵。很喜歡彈幕的一句話啊。哦，对了，德國還要投資60億歐幫本土工業轉型低碳，說人話叫繼續搞綠色化工、綠色水泥。點中點如著名風投公司2150投資了一家 AI 公司，專門用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設計木格柵結構，確保用木材取代鋼材和混凝土，甚至是研究細菌制造生物水泥。怎麼說呢？屬於想象力爆表了。你要問搞不出綠色工業的歐洲公司怎麼活？簡單，2024年鋼鐵巨頭安塞勒米塔爾宣布與中國東方集團攜手，投資26億美元建設集綠色、智能、數字化為一體的鋼鐵產業基地，落戶江蘇常州。還有宣布在湛江建立第3大生產基地的化工巨頭巴斯夫，今年10月 CEO 在柏林採訪時表示，如果你想在化工行業保持增長，那就必須在中國發展。還有今年4月，奔馳在德國啟動自願遣散計劃，鼓勵3萬員工自願離職。另一邊，寶馬豪擲100億元在中國瀋陽擴建全新動力電池基地。在多年去中國化的口號下，德國企業終於完成了75%去中國。此處我有一聯，上聯想當年憑工業打造世界強國，下聯看如今用環保淪為歐洲病夫。一刻也沒有為綠色鋼鐵而感到哀悼，立馬來到戰場的是環保汽車。汽車製造一直是德國工業皇冠上的明珠，但10月大眾的第3季度財報顯示，大眾哐哐賣了近220萬輛，聽着是不是特牛？結果反手稅後巨虧10.72億歐。如果說大眾是慘，它的超級提款機保時捷更是慘絕人寰吶！利潤從去年同期的40億歐摔到4000萬歐，暴跌99%。是，我知道，肯定有人說俄烏衝突、美國關稅大棒，但真正壓倒大眾的最後一根槓鈴是產品創新和發展戰略。2021年，隨着史上最嚴環保新規歐7出爐，大眾 CEO 硬着頭皮宣布，2033年起在歐洲將制造電動汽車，之後砸進去數百億研發。結果呢，25年初背負歐洲希望的新能源電池獨角獸北孚一塊歐洲電池都沒造出來，破產了。緊接着，保時捷怒砸30億歐自建電池工廠，最後由於各種因素導致成品比採購還貴，30億全打水漂，產品體驗更是一言難盡。最諷刺的是，電動化玩不轉，今年9月，保時捷重啟內燃機研發。這並不是個例啊！據德國機械設備製造聯合會數據，6年多來，中國對歐洲機械出口近乎翻倍到約400億歐元，今年可能達到500億歐。金融時報的數據更驚人，中國貨比歐洲平均便宜30%。更關鍵的是，中國製造已經彌補了質量差距，早已不再是廉價低質的仿製品。中國企業在創新速度更是碾壓對手，將想法轉化為產品的時間僅需西方的1半。同樣的，還有歐洲傳統強項割草機，這玩意兒作用是打理花園，全球大概2.5億個私家花園，8000萬個在歐洲，屬於歐美專屬產品。但是你敢信，隨着中國品牌的智能割草機器人出海，捲出了標配的激光雷達、AI 算法、RTK 導航，直接降維打擊。是的，時代的浪潮就是這麼可怕，拋棄你連個招呼都不打。8月，聯邦統計局發布數據，德國汽車業一年淨減少超5萬個崗位，還不止汽車。截至6月30日，德國工業就業人數下降2.1%，一年內減少11.4萬個崗位。11月13日，全球照明巨頭歐司朗因關閉工廠搬去中國，導致大量員工聚在慕尼黑總部抗議。與此同時，在江蘇太倉這個常住人口80多萬的小城，形成了配有德語學校、德式小鎮、生活配套的3000人規模的常住社區。從1993年，德國科恩里伯斯公司在太倉設立第一家獨資企業，越來越多德企接踵而至，大量德國團隊舉家遷移。時至今日，太倉匯聚了560餘家德企，年工業產值超670億元。在太倉的舍弗勒廠區，黃色機械臂輕盈翻轉，將精密軸承送入檢測線，一輛輛貨車載着剛下
下線的汽車零部件駛向中國各地的整車工厂。這場從德國到中國的產業遷徙繪製出了一幅超越成本套利的全球格局。或許正如德国通快機床負責人麦耶所说，中国有点像一个培训中心，在那里你能学到很多只在高端市场无法学到的东西。